如果說這個國家有一條看不見的血管，那它一定不是高速公路，不是高鐵網絡，而是財政供養體系，一條吞噬稅收、消耗未來、擠壓民生的隱形巨獸。你每天早上醒來，睜開眼睛，就有一個問題在暗中為你買單。你不是只養活自己，還在供養一個龐大的體制機器。而這個機器有多大？不是幾百萬，不是一兩千萬，而是接近7000萬人，甚至更多。是的，中國吃財政飯的人口規模接近一個中等國家的總人口。但這件事過去10多年被系統性的模糊化了。2025年11月7日，財政部公布2025年上半年財政政策執行情況報告，再次把3保掛在嘴邊：保工資、保基本民生、保運轉。聽起來很技術，很中性，但翻譯成白話就是地方財政快撐不住了。而保工資這3個字背後隱藏着一個被長期遮蔽的問題：中國到底有多少人靠財政發工資？這不是八卦，這是一個足以決定未來幾十年經濟命運的問題。問題是，財政部在2009年之後基本停止披露財政供養人員的詳細規模，數據不公開了，表不細分了，關鍵指標消失了，於是公眾只剩下一團霧。直到最近，一篇由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、劉志闊等學者合作的論文《中國財政供養人員規模估算與結構分析》，首次系統性地撬開了這扇門。他們做了一件事，用全部可查的官方數據反推這個黑箱，使用的是財政部中國會計年鑑裡最接近財政供養人員概念的口徑——全國預算單位機構及人員情況表，再結合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鑑的機關事業單位就業數據，結論觸目驚心。研究設立了3種口徑：最小口徑編制內在職人員加離退休人員，中間口徑編制內在職加編外財政供養人員加離退休人員，最大口徑在外加自收自支機關事業與部分國企公共部門人員。而他們選擇的核心指標是中間口徑，因為這是學界共識中最接近真實財政支出負擔的標準。結論是什麼？2004年5212萬人，2020年6846万人，短短16年增加了1634万人，相當於一個中等发達國家的總人口被加進財政賬本。而如果按你提供的更廣義推算，包括隱性事業單位、部分行政型國企、政黨外圍機構、長期編外機構，實際財政供養人群很可能已經突破7000萬人。7000萬是什麼概念？是日本全國人口的1半，是德國全國人口的80%，是法國全國人口的總量。而中國的財政卻要同時支撐14億人的社會轉型和這個龐大體制，負重前行，不累才怪。一個極具衝擊力的比例，一個財政供養人員對18個普通人。換句話說，每18個普通勞動者要供養一個體制實力者。這不是道德判斷，這是結構描述。論文數據顯示，從就業結構看，約5.54%的就業人口屬於機關事業單位，由財政出錢養。這意味着，在就業這條戰線上，體制內正在不斷吸血市場，民營企業裁員，製造業倒閉，外貿收縮，年輕人掙扎，而財政卻仍要承擔越來越多的工資支出。不是不可以，問題是，錢從哪來？當土地財政乾癟，當稅基縮小，當經濟放緩，當地方債捲到天花板，最後的兜底人只能是普通人。更讓人窒息的是，財政供養人員真正的增長引擎不是在職人員，而是離退休人員。
數據顯示，2004年離退休財政人員1468萬人，2020年離退休財政人員2687萬人，短短16年增加1219萬人。而這群人不創造 GDP， 不參與生產，只準時領錢。這不是他們的錯，這是制度結構的問題。隨着人口老齡化加劇，壽命延長，早期體制內人員規模過大，財政供養的離退休人口像雪崩一樣滾落下來。到2020年，他們已經佔到財政供養總人口的近40%。換句話說，財政支出不再是養運轉中的機器，而是越來越多養已經退出系統的負擔。很多人以為，政府不是在壓縮編制嗎？是的，文件寫得很漂亮，編制要精簡，冗員要消化，機構要瘦身。但現實是另一種邏輯。論文指出一個關鍵現象：編內減了，編外卻在擴張。2004年，全國財政供養編外人員215萬人，2018年442萬人，暴增1倍以上。這些人沒有正式編制，但工資、社保、福利由財政承擔。為什麼？因為公共服務不能停，窗口不能關，系統還要運轉。結果就是人事少了，錢卻花更多了。學界稱之為人減費增悖論，裁的是公開編制，擴的是隱形成本，最後賬仍然記在財政頭上。一個異常殘酷卻又無可回避的現實是，公款養黨是北京政權立於不敗之地的最根本機制，因為這不是單純的政治問題，而是經濟結構。當一個政權用財政收入來綁定幾千萬體制人口，公務員、事業人員、離退休、附屬黨派、外圍機構、各類專職人員，他在做的就是打造一個財政依附階層。這些人命運與制度高度綁定，吃財政飯，拿財政錢，住財政房，體制內的穩定靠財政維繫，財政的壓力又轉嫁到社會，一個閉環形成了。但問題是，當財政被拖垮呢？當地方沒錢發工資呢？當養老金無法維持待遇呢？當醫療、醫保補貼開始縮水呢？這條穩定鏈條反過來就會成為系統性風險鏈。論文間接印證了一個冷酷邏輯：財政供養比例越高，政權短期越穩，但當財政無力支付，穩定會瞬間反轉為崩塌。這是經濟史和政治學的共同規律。歷史上幾乎所有財政崩潰的王朝，不是輸在戰爭，而是輸在發不出錢，軍饷發不出，官員薪水欠發，養老金縮水，穩定瞬間變成恐慌。而今天的中國正處於那個臨界點越逼越近的階段。與此同時，體制成本重新上升的另一個信號是，越來越多年輕人放棄市場，衝向體制。考公熱、考編熱、事業單位熱，這不是理想，這是避險。當市場失去確定性，唯一穩定的只剩財政飯碗。但問題是，財政賬本是無限的嗎？7000萬人如果變成8000萬、9000萬，你猜買單的會是誰？在2025年的中國，有一個越來越詭異的循環：財政要穩就不能動體制，不動體制，財政更吃緊，更要穩。就像一個人越胖越喘，越喘越不敢跑。但問題是，你不跑，地在跑，世界在跑，錢在跑，年輕人在跑。2025年，財政保工資已經不是一個財政問題，而是一種行政依賴症。在工業、房地產、出口三大引擎同時熄火之後，體制本身成了最後一個穩定器。它不能倒，
因為它是維穩鏈條的中樞。但正因為不能倒，它變成了這個國家最昂貴的固定支出。公開財政數據顯示，在不少中西部省份，人員經費加運轉經費佔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例已經超過 60%， 錢還沒拿來建路、修校、扶企業，就已經進飯碗了。一個國家開始首先為自身消耗資源，而不是為發展分配資源，這是危險的信號。很多人以為財政供養人員越多，政權越穩。短期看確實如此，因為這數千萬人是一個龐大的利益網絡，牽動家庭、親屬、教育、醫療、消費、子女路徑。每減少一個崗位，就等於動一個圈層。但中長期來看，這是在用未來的財政換今天的行政穩定。問題是，財政不是礦，是河。當土地財政斷流，產業稅收萎縮，外資撤離，新的稅基無法形成，舊的供養結構卻越來越重，那所謂穩就變成了用存款過日子的換穩。到哪一天，到連保工資都要靠舉債的時候，而部分地方已經走到這一步。有公開報道顯示，2024至2025年多地出現績效獎金拖延發放、補貼取消或變相扣減、事業單位延遲招聘、基層崗位隱性降薪。這些並不是謠言，是正在蔓延的財政體感變化。你在城市地鐵上看到的沉默人群，其實早已分裂成兩個世界：一邊是體制內，有相對確定的收入、醫療、養老金路徑；一邊是體制外，面對裁員、社保壓力、養老不確定性。這種裂痕不只是經濟問題，是心理撕裂。當體制外老人每月基礎養老金只有100多元，而另一群人退休金6、7千甚至上萬元；當年輕人繳着高社保，卻對自己的養老毫無信心，這種不平衡就不只是數字差異，而是長期情緒地雷。這些情緒不爆，不是因為不存在，而是因為還在消化、壓抑、觀望。但當經濟繼續承壓，財政繼續吃緊，當哪一天體制內也開始不穩時，這種積壓的心理結構就會出現斷裂。2025年的中國正走入一個危險結構，財政越來越多投入供養系統，市場活力繼續衰減，年輕人進一步逃離市場，稅基繼續萎縮，財政壓力繼續加大，供養系統更難維持。這不是一個理論模型，這是正在發生的實況。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，一個社會最脆弱的時候，不是動盪最激烈的時候，而是看似維持秩序，但底部資源已被抽乾的時候。就像一棟燈還亮着的大樓，但地下室已經被水泡到天花板。